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，希望能带给您一些启发与思考。记得观看到最后，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住您。买房子对于许多人来说，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目标。拥有自己的房子似乎象征着一种成功、一种稳定。有了房子，人们会觉得生活更踏实，也有了归属感。因此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，许多人努力工作，付出无数心血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买了房子，它真的完全属于我们自己吗？或许你会说，房产证上写出自己的名字，房子当然是自己的。但现实可能比表面复杂得多。例如，买房后，房子需要持续的维修和保养，这些成本随着时间只会逐年增加。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维修，房屋的居住条件可能会恶化，甚至影响其市场价值。此外，购房者往往会选择贷款，这意味着未来数十年的收入将受到影响。房贷的压力可能让人无法轻松规划其他人生目标。许多人为了偿还贷款，每天辛勤工作，却忽略了真正的生活体验。这样的状况真的符合我们当初的理想吗？有人说买房能带来安全感，毕竟房子是固定资产，不会消失。然而，房产的市场价值并非一成不变，经济变迁、人口流动、都市发展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房价。一个曾经炙手可热的地段，几十年后可能因为产业转移而没落。此外，房屋的维修与翻新是无法避免的开支，屋龄增加、墙面剥落、水管老化、屋顶渗漏等问题接踵而来。每一次的维修都需要投入额外的资金，长期累积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费用。如果想要保持房子的市场价值，这些支出是无法避免的。除了财务负担，房产也可能限制我们的生活自由。当你买了房子，基本上就被某个地点绑定了。如果未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或更理想的生活环境，搬迁变得不再容易。许多人因为房贷而不得不放弃职业发展，或者无法追求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相较之下，租房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。你可以根据工作、家庭需求、生活方式的变化，随时更换居住地。如果当地的环境变差，或者发展趋势不如预期，租房者可以迅速做出调整。然而，买房与租房并非单纯的对与错，而是取决于个人目标与价值观。有些人希望拥有稳定的住所，愿意承担长期的财务负担。也有些人希望保持自由与弹性，不愿被房贷束缚。无论选择哪条道路，都需要深入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除了个人选择之外，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值得考虑。随着科技进步和远距工作的普及，人们的居住方式正在发生变化。过去，许多人认为住在城市中心是必要的，因为工作机会集中在都市。但现在，越来越多行业允许远端工作，人们可以选择居住在环境更好的地区。如果未来远端工作的模式持续发展，买房的位置选择也会受到影响。未来的住宅需求可能会转向郊区，甚至是不同国家。在这样的趋势下，房地产市场的变动将更加难以预测。此外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房价受到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利率政策、通货膨胀、政府的房地产政策等。如果未来发生经济衰退或利率上升，房市可能会进入低迷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产不仅无法升值，反而可能成为资产负担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房贷压力可能影响他们的创业机会与个人成长。许多人为了买房而选择安稳的工作，放弃了可能更具潜力的创业或投资机会。如果资金过度集中在房产上，就少了机会去探索其他可能性。因此，买房不只是财务决策，更是一种人生选择。我们需要问自己，这个选择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幸福，是否符合我们未来的规划与价值观。房子是资产，但时间与自由也是无价的财富。我们已经探讨了买房的财务压力、灵活性问题以及社会趋势的变化。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评估自己的房产需求，以及有哪些可能比买房更值得投资的选择。在决定是否买房之前，我们应该先问自己几个关键问题。第一，这间房子是否符合我的长期需求？第二，我是否准备好承担长期的财务压力？第三，如果未来生活或工作发生变化，房产是否仍然适合我？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买房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过早买房，可能会让自己失去探索更多可能性的机会。相反，选择租房可以提供更多的弹性，让自己能够随时适应新的机会，无论是换工作、创业，还是搬迁到更适合的环境。另外，买房不应该是单纯的社会标准，而应该是个人选择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人们普遍认为买房是人生必须完成的目标，但随着时代变迁，这种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所有人。今天，有许多其他的投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财务自由，例如将资金投资于创业、股票、指数基金、黄金、加密货币。
甚至是个人技能提升。这些投资方式虽然各有风险，但他们提供的回报与成长机会，可能远远超过买房所带来的收益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将买房的首付用来创业，或投资于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，那么这笔资金可能带来更大的回报，甚至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买房就是错误的决定。如果你的职业与生活方式适合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，那么购买房产仍然是一个合理的选择。但如果你仍然希望探索更多可能性，那么保持资金的流动性，让自己拥有更多选择，可能是一个更明智的决定。此外，买房并不一定等于拥有资产，有些房产可能随着时间贬值，反而成为负担。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地区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剧烈。这间房子真的能为我带来财务安全吗？如果未来房价下跌，我是否还能承受这个损失？除了财务考量，买房还涉及时间成本。如果我们将一生的精力都用来支付房贷，是否会错过其他更有价值的经历？例如旅行、学习新技能、发展兴趣爱好，甚至是与家人共度时光。许多人在退休后才发现，他们用大半辈子的时间买了一栋房子，却没有好好享受人生。等到年纪大了，才开始思考是否值得这样做。或许，真正的财富不是拥有一栋房子，而是拥有选择的自由，拥有控制自己人生的权利。所以，买房与否不应该只是财务决策，更应该是对自己未来的规划。真正重要的是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，而不是盲目追随社会的标准。最后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。第一，买房不是唯一的成功标准，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。第二，买房前需要仔细评估自己的需求，避免让房产成为负担。第三，除了房产，还有许多其他的投资方式，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与自由度。第四，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一栋房子，而是拥有选择与自由。我们应该选择一种让自己感到快乐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让房子决定我们的命运。感谢您观看今天的影片。如果您喜欢这个主题，请帮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多有趣的内容。我们下次见。